在人类的美食发展史中，没有几座城市能比这里更重要了。世界曾经路过这里，他携着异域风情来到这个贸易之城，又捧着古早风味奔赴下一个风云之地。时代变换上千年，从这里闯出去的人早已遍布全球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闽南人。这里是泉州，一座需要被细细品味的城市。听说在泉州的一个海角藏着最古朴的闽南味道，它是鲜味的极致，是大海赐予泉州人的礼物。这是什么东西呀？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好点了吗？这是什么汤啊？就是肉丸汤呀。肉丸汤？对，不可能，这个肉丸汤可救不了我。这就是普通的肉丸汤，不过我里面加了一点点鱼露。鱼露？对，就是刚才你闻到晕倒的那个东西。啊，那个东西那么臭，怎么可能这么好喝？但是鱼露就是闻起来臭臭的，但它煮出来就特别鲜，特别好吃。我可不信。闻起来的味道跟吃起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和你刚开始进来时候那个味道也不一样哈。我就没有想到那么臭的一个料汁儿，然后能做出来这样的美味。因为鱼露这个东西就是在古时候哈，就是在年代久一点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去捕鱼回来那种小鱼啊，特别像这种三角鱼，因为太小了，它实用性很低很低。然后大家就是把它在船上的时候就把它放在缸里储存起来，然后把它腌制成鱼露。鱼露是非常适合肉类的，千变万化的它的那个味道。我真的不敢相信是用鱼露做出来，它为什么会这么香呀？太不科学了。其实这个我也解释不出来它为什么这么香哈。但是我知道有人可以解释出来。谁啊？刘会长，刘会长，刘会长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刚才你问我什么来着？就是你说鱼露这么臭的东西，为什么做出来的美食那么鲜呀？这很简单啊，鱼露是这种小鱼小虾，它经过发酵之后呢，把蛋白质把它分解成小分子，那里面就包含了谷氨酸、肌酐酸、鸟苷酸，这三种东西是现在世界公认的最鲜的。这三种物质它叠加到一起，鲜味呢就会迸发出10到20倍的这种鲜味出来。一个餐饮协会的会长，不看菜谱，他走进科学啦。鱼露这个东西就像那个榴莲，喜欢的人特别喜欢，不喜欢的人就接受不了。但是有一道菜是我们泉州人人人都喜欢的，特别传统，想不想尝一下？好啊。那油要把它吸干净了啊。这么好的饭店，这一次蹭到大餐了。
估计得是龙虾、帝王蟹。泉州的蚵仔鱼，啊，蚵仔鱼，难道不是大龙虾跟帝王蟹吗？有人那种东西到处都能吃得到，但是蚵仔鱼唯独在闽南地区才有。蚵仔鱼为什么叫蚵呀？是哪个蚵？蚵就是一个火，一个可以的可。蚵的做法介于烧与煮之间，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媒介——酱油水。用高温将酱油烧出酱香气，再加入开水将酱油稀释，通过高温蒸煮将酱香气沁入到鱼肉的体内。我以为它吃起来就是酱汁的味道会非常的浓，然后没想到就是它其实更多的是鱼肉的鲜味儿，还有一个香味，你会吃出那个豆豉的那种豉油的那种香。这个过程呢，就是那个美纳德反应，里面的那些大分子混解小分子，然后重新组合，就会产生一些香味物质出来。蚵仔鱼基本上就是我们闽南人的这种记忆里的味道，就是叫乡愁。如果说酱油水是蚵仔鱼的基底，那猪油这种看上去和海鲜没有半毛钱关系的食材，却能给这道传统的美味中增添一份山野的气息。其实这是我们闽南人做菜的一个原则，就是山海融合。福建这边呢，就是8山1水1分田，山多地少，人多粮食少，我们靠海吃海鲜，但海鲜不抗饿，尽量的加点肉类的东西，让它能够油腻一点，这些东西融合到一起呢，特别鲜。我们闽南地区山海融入的菜比比皆是。闽南地区山多平原少，所以这里的人们总是被生活所迫，被逼着做融合菜，结果发现了鲜味的真谛。刘会长，这个蚵仔鱼是每次都是固定的是这种几种鱼吗？那不一定。蚵仔鱼就有点像开盲盒，今天有什么鱼，我们就拿什么鱼来做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，必须是海鱼，因为海鱼会比我们淡水鱼它的鲜度要高很多，因为海水的浓度远远高过这些鱼身上的体液的浓度，这个鱼味的平衡，然后身上它会有很多这种游离态的这种氨基酸，这些氨基酸就是让这个海鱼特别新鲜的关键所在。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比较传统一点的厨师，可是我没想到您还这么尊重科学。其实我也是一个很传统的厨师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作为一个厨师更应该去弄清楚做菜背后的科学原理。